半年前怀孕，2个月前觉得胸部疼痛，刚开始还以为是怀孕导致，前天终于受不了了，来医院检查，妊娠级乳腺癌3期。她应该是在怀孕前没有做过肿块的性质确认。更恐怖的是，她明知道自己有肿块，还用丰乳产品。我查过了，那个牌子全都是激素。那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接受治疗，但这个治疗有可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她已经怀孕5个多月了，说什么也不肯引产。但是如果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再治疗，她等不了。肿瘤在孕期的生长速度会加快，随时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所以我找你一起商量，想出办法，看能不能2个都保住。都是女人。我虽然没有当过妈妈，但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个胚胎，可对她而言，那是她的孩子。我们是医生，不是神。很多时候，我们也无能为力。大医生，你现在在哪儿？晚上能商量一起吃饭吗？我还在医院，晚上我去接你吃饭。你在医院肯定很忙吧？我去找你好了，晚上见。等你。歇一会儿，吃完饭再弄吧。我订了。我约人了。谁？郑丁丁。资料晚上回家再查，争取尽快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你多开导开导病人，一定要稳住病人的情绪。哦，对了，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做好放弃孩子的准备。所以你是想先保大人吗？我只是想救治眼下急需救治的人。来了。刚到。咱们这么争论下去也没用，当局者迷，不如听听别人的看法。丁丁，有一个女患者怀孕5个月，查出来有乳腺癌，必须尽快救治。可是她希望能够生下孩子之后再进行治疗，你会怎么选？大人还是孩子？我也不知道。凭你第一直觉说。孩子没了可以再生，但大人没了就……可她以后未必还能再怀孕，这可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了。
这个就难办了。我不太懂你们的专业，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尊重病人自己的想法。其实不如就努力一把，说不定就成了呢。好，那就试试。走吧，吃饭去。走了。施大夫，我们走了。这是什么？我最近一直都在查资料，发现美国麻省波士顿皇家医学院的丹纳博士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利用经典化疗药物对孕期乳腺癌的保乳保胎治疗。真的？我仔细阅读了他的论文，并且把王敏英的病例也发了过去。这是他的回信。他说能够利用这款经典化疗药物，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胎儿的影响。这太好了，毕竟手术还是其次，化疗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之前一直担心的就是怕化疗会对孩子造成伤害。这种药物已有多起临床测试数据。去年接受治疗的那个孕妇，现在她的孩子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哦，对了，她的学生周琛，现在就在市中心的益民医院任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找他聊聊，然后再制定手术方案。太好了，如果能亲自跟他聊聊的话，手术应该会更有把握，而且对我们之后的课题研究也会有帮助。手术交给我就行了，你负责跟患者和患者家属沟通，毕竟这个手术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一定要提前告知他们。我觉得我们之后肯定还会碰到这样的病例，与其每次都这么绞尽脑汁，不如把它当做我们选题的一个研究方向。我可以多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这样选题通过的几率也会大一些。可以。你不应该放弃。我从小到大就这次最认真，我已经很努力的练习了。我就是想和你一起跳一支舞，一起表演，怎么就这么难啊？我再最后问你一次，会不会喜欢我？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以后不许你再找他。进。高医生，外面他来了吗？谁啊？啊，没什么，有事吗？今天向医生正式报到了，我们打算要办个庆祝会，院长让我来通知你过去。行，我一会儿就过去。哎，行。哎，等一下。啊？那个，这几天有没有人来找我呀？有啊，每天都有病人来找你的。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就是那个谁。啊，你是说以前经常来找你的那个小姑娘吧？啊。没有哎。啊，没事了，你去忙吧。哎，行。真消停了。周医生，谢谢你。跟你聊了之后，我心里更有底了。大家都是医生，就不用跟我客气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来问我。我一会儿还有他手术，就先走了。好，那我们也就先回医院了。好，再见。来一趟果然没错，我现在对这台手术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这都1点了，你刚才也什么都没吃，不如我们吃点东西再回去吧。不了，我想回去医院看看片子。那就饿了再吃泡面。可以啊。你只要遇到这种事情，就变成个工作狂，一点都没变。你不也一样吗？
我老婆怎么样？切除手术很成功。谢谢舒大夫，谢谢。现在还不能完全放心，得看术后的恢复情况，以及后续的化疗，还有胎儿的发育情况。我明白，之前你已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了，至少现在第一步很顺利，是不是？很顺利。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大夫。哎，宁大夫呢？嘘。宁大夫研究王敏英的病历，前天没怎么睡，今天又熬了一天，估计是累坏了。小峰，我今天真的不行，宁伟锦这2天特别累，我给他煲了汤送过来。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就等你了。我知道，明儿我准去好吗？行了，就这样，不说了。你还没下班啊？嗯，师母来啦。都说叫我丁丁就行。你宁教授呢？啊，宁教授刚做完一台手术，他太累了，在手术室的更衣室里睡着了。你等一下，我去叫他。哎，不用。那个更衣室，我能进去吗？现在没手术，我带你进去吧。谢谢。没事儿。师母，前面就是更衣室了。你这么晚了还过来啊？我给他煲了点汤，他最近总在忙嘛。对，他最近特别忙。谁让你带他进来的？舒大夫，他是宁教授的。我知道他是谁，但这是无菌区，无关人员一律不许进。你难道不知道吗？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求他带我进来的。我想找宁伟锦。郑丁丁，这里是医院，无论你是宁伟锦的什么人，都不可以违反医院的规定。无菌区一律不许外人进，请你马上出去。那，你能帮我叫一下宁伟锦吗？伟锦现在在忙，你要是想等他，可以出去等。哎，丁丁，宁伟锦，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听说你又加班，想来看看你。傅苗苗竟然直接把外人带进了无菌区，宁伟锦，这也是你教的吗？手术室要保证无菌环境，确实不能随便进来。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先出去吧，下次不许了。宁伟锦，你谈恋爱没关系，但医院的规定还得遵守。他不懂，但你不可以不管。傅苗苗，下次你师母来，记得提前告诉我。依然，以后会注意。我先去换衣服。还生气呢？给我带的什么呀？我煲的汤。走，正好我饿了，咱们去值班室吃。伟锦，不好意思，丁丁，借你的围巾几分钟，你不会介意吧？不会，你们先忙。今天这个案例很罕见，我们要不要一起写一篇相关的论文？这样对今后的患者也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好呀。那我把手术中的各项数据都发你一份。哎，还有就是论文写完了，要不要一起署名，像大学时候一样？我无所谓。那还是老规矩，论文的大纲我来写，核心部分你来。没问题。这么晚了，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东西？咱们再仔细聊聊。不了，丁丁给我煲了汤。
也是，反正咱俩天天都见，也不差这一晚。那明天见。走吧，去值班室。味道不错。我还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啊，学校要举办校园歌王大赛，我们系非得让我跟宁伟锦一起参加比赛。反正咱俩天天都见，也不差这一晚。那明天见。想什么呢？没什么。没事吧？没事没事。坐吧，我来吧。今天一来你就状态不对，到底怎么了？没怎么。是因为我在手术室里没有帮你？不是，本来就是我的不对。那到底是怎么了？我真没事儿，挺好的。小璇跟我说，女人越是说没事儿，事情就越大。说吧。你和舒依然经常合作吗？大学的时候经常搭档，工作之后就越来越少了。那你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很近了？吃醋啦？没有。小璇说，女人越是说没有，就越是有。小璇怎么这么多话？你快喝汤吧，都快凉了。你也喝。这个舒大夫和宁大夫是发小，这爱的力量可以强大到让人忘了一切。他也喜欢宁大夫。啊！谁让你拉开的？你想在这屋里发霉吗？起来。起来，快点！不，我不饿，我要睡觉。坐下。就给你个面子吧。喝吧。慢点喝，喝完了再帮我分析一件事。你能不能别晃了？我晕车。你说这个舒医生到底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针对我？这何止是针对啊，简直就是挑衅！这要搁动物界，就是在你电线杆旁边画圈呢。你说谁是狗啊？我之前不是就跟你说过了吗？这个舒大夫啊，是不是你和宁伟锦正式在一起之后，他就看你不顺眼？好像是。这就对了嘛，摆明了就是护食。你想啊，你买一个芒果还是青皮的不能吃，你就等啊等啊等，眼看着就能吃了。哎，突然出现一个人，问都不问就把它给吃了，还吧唧嘴。你说这话你气不气啊？那感情我是第三者啊？哎，那不是，你是后来者居上。那我该怎么做？你是正牌女友，你心虚什么？那我就什么都不做？当然要做了，你要更加的体贴和谅解。
让他呀觉得你善解人意，让他呀觉得拥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是他的幸运，让他呀因为忙而对你内疚，恨不得一休息啊就马上飞扑到你身边去弥补你。有道理啊！哎，小峰，你不愧是女性之友啊！你就是专门为女人打入男人内部的卧底。你不会夸你就别乱夸，我各个方面都很正常的。是，刚直不弯的你。可以说了吧？当然是吃醋啦！第一个是你大学时候的死党，每天像影子一样的缠着你，这放谁身上受得了啊？第二，不管你和舒依然有多重要的事儿，你也别当着他的面聊啊！知道女朋友最讨厌什么吗？被自己的男朋友忽略。可我没有忽略他呀。可以说了吧？当然是吃醋啦！第一个是你大学时候的死党，每天像影子一样的缠着你，这放谁身上受得了啊？第二，不管你和舒依然有多重要的事儿，你也别当着他的面聊啊！知道女朋友最讨厌什么吗？被自己的男朋友忽略。可我没有忽略他呀。可在他看来，你就是和舒依然聊天，忽略了他呀。那他可以提醒我呀。提醒你还有什么意思啊？我们女人要的是男朋友全心全意的主动和关注。对了，你是不是觉得丁丁姐不应该介意你的工作？那我问你，要是丁丁姐是一个男性泌尿科的医生，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男人的隐私，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啊？你看，你光是想一下就会觉得不爽。那将心比心，你每天都要接触那么多的女人，其中还有漂亮女人，丁丁姐肯定没有安全感啊。再说，你现在又多了个舒依然，丁丁姐能不多想吗？那怎么办啊？在其他女人向你示好的时候，你要坚决捍卫丁丁姐的地位，比如，当着大家的面一把她搂在怀里，对她说：“我的心不大，只装得下你一个人。”丁丁姐，没想到你拉花学得这么快。董事长好。可以啊，倪医生，都学会送花了。喜欢吗？该不会又是小璇教你的吧？自学的。走吧。喂，赶紧回来，王敏英术后出血。我马上回来。婷婷，我有个病人出了点状况。当然要做了，你要更加的体贴和谅解，让他呀觉得你善解人意，让他呀觉得拥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是他的幸运。那你快回去吧，我们吃饭不着急的。好，回头我把这顿饭补给你啊。丁丁姐，医生工作是这样的，你可要坚持住啊。我懂，理解。大气。什么原因？
应该是咳嗽的时候伤口裂开了，我已经处理好了。那就好，还好有你。一会儿还是请呼吸科的人来看看吧，他昨天开始就一直在咳嗽。你来安排就行。薇锦，王敏英是我们费了这么多心力才救回来的，她现在情况还很不稳定。我觉得你作为她的主治医生，最近还是应该把心思多花在她身上。至于别的事情，暂时可以先放一放。我知道，我去看看她。迪玲姐，我看穆一寻在微博里说，马上要新上架一批新的玩偶，看设计啊，和你之前画的脏脏猫一模一样。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已经拒绝把设计转让给他了，他为什么还会拿来用呢？哎，看来啊，是他盗用了你的设计。不行，我要找他说清楚。喂，穆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微博上即将上架的玩偶是怎么回事？我明明已经拒绝把设计转让给您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事？我发布的可是我的原创设计，虽然跟你的脏脏猫有些类似，但你可别忘了，我也有过类似的作品，而且还比你的脏脏猫早得多。那猫脸面具呢？你看清楚一点，那不是猫脸，是狐狸脸。你，我还要开会，就不和你多说了。喂。穆总在开会，你不能进去，你不能。穆总，好了，你怎么来了？你凭什么用我的设计发行你的周边？你们经过我的同意了吗？我之前不是在电话里说得很清楚了吗？这是我的设计，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明明是我的设计，你想要我的版权，我没有给你。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你的设计呢？我有手稿。我也有手稿。可是你的手稿明明是借鉴了我的设计创意啊！你为什么不说是你的设计借鉴了我的设计创意？毕竟你曾经就抄袭过我。我没有抄袭，何况那次已经微博澄清了，你自己也承认，你说的都是巧合。我那时候呢，只是因为你苦苦哀求我，加上我有一点欣赏你的作品，所以才会心软发了那条微博。你还有什么证据能够反驳我吗？我们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和合约，也没有任何的约束，我做什么都没有违反法律和法规。何况这些设计就是工作室的设计，还挂着我穆一寻的名字。你这样拿走我的设计，是无耻的行为。你都不能够证明那些都是你的设计，那你现在的言论都是在污蔑我。我可以反过来告你诽谤。你再这样闹下去，丢脸的是你。总不想再被挂一次微博吧？再不走，我就要请保安了。无耻！来，我们继续吧。不要理那个小丫头啊。没事没事。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季的计划。以前的方案还得再做调整。为什么？你看，病人术后癌细胞又扩散了。怎么会这样？病人术后的病理报告上显示出，腋窝这边有26个淋巴结都已经转移了，急需化疗。那确实是需要调整方案了，否则病情会更加恶化，孩子肯定不保。看来治疗方案得重新做了。丁薇姐，刚才我在跟舒大夫聊治疗方案，没听到你电话，有什么事吗？薇姐，我找到一篇关于原发性肿瘤的治疗方案，跟我们之前的病例很像。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你在打电话。一会儿我看。低调。你刚才要说什么？我刚才没说什么。你现在是不是很忙啊？我还好。丁教授，48成病人找您。啊，一会儿我就过来。啊。你继续说。没事儿，我想你了。我这个地方，你看这一处我有点不太明白，你帮我你把你不明白的地方，你先画一下，等一下我再看。你快去忙吧，忙完再说。啊，好，一会儿说。小峰，
你赶紧给我过来！我辛辛苦苦好几天，把你一生都给扔了，我就为了好好做出一个设计来。可他连招呼都不打就拿去自己用，混蛋！那谁让你不签合同的呢？谁能想到他这么无赖啊？不对，这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阴谋？对。其实一开始我也想过合同的事啊，但他说了进了工作室就是集体创意，出了设计也是集体设计，不能成立个人合同。我也是傻，竟然就信了他的话。按理说这不应该啊，他这么大个腕儿。什么大腕儿啊，就是大骗子，说不定在我之前还坑过别人呢。我要想办法揭穿他丑恶的嘴脸。不是，你拿什么来揭穿？你忘了他之前他粉丝是怎么对你的？你要敢曝光，他肯定发动粉丝来攻击你，再泼你一盆脏水，让你啊万劫不复。做你们创意工作是挺不容易的，抄袭这种事儿还真的蛮难取证的。只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以他如今的地位，要干这种自损羽毛的事呢？他为名利要什么底线呀？前段时间不还有一个特火的破案剧编剧联名揭发制作公司，说什么骗剧本不给署名的事儿吗？对啊，我也可以找之前给他做过设计的人，人多力量大，说不定能找到什么证据呢。有道理。哎，你这个事儿跟那个宁大夫说了吗？他什么想法？他最近很忙，应该顾不上我的事儿。这再忙也得管你啊，还是这么大个事儿。他最近遇到一个特别复杂的病人，那可是一大一小2条生命，我这点事儿算什么？还是别去打扰他了。可以呀，现在越来越有点医术的感觉了。不过呀，以后啊这种事儿肯定少不了。你们现在只是谈恋爱，要以后真结了婚呢，这种矛盾会扩大无数倍。你真觉得你能够承受得了啊？这是我们一个股东公司想要推的一个新人，让我们给设计一下，让他的脸显得更加上镜，所以还需要你们2位通力合作，给出一个完美的方案。主任，我见过他本人，他自身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在一般人当中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面对大众审美的趋势，需要调整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我觉得他自身条件挺好的嘛，不需要多动刀，做个微调就行了。高医生，你知道推出一位新人需要付出多少资源和精力吗？如果不能瞬间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这个艺人的梦想就会破灭，这个公司将会面临巨大的损失。但是这种认可只是暂时的呀，我们要做的不就是根据他自身的条件发掘出他真正的美吗？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直接一点，直接让他们发现每个人的内在美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客户还要来找我们呢？是对啊，说的是。向医生，你这口才做医生都亏了，真的。高医生，我真的觉得你不太懂美，更不懂女人，可惜了。可惜什么？笑什么？行了，就这么定了。这手术就由向医生来主刀，高医生多配合。好。行，帮我确认一下手术时间。好的。高医生，像你这样佛系做手术，早晚是要喝西北风的呀。不劳向医生费心了啊。你怎么那么固执啊？你也是这么对待小迷妹的吗？什么小迷妹？宁维璇是叫这个名字吧？哎，你怎么知道她的？不经意间认识的，还挺可爱的。你别被她人畜无害的外表骗了。她这个人呢，不学无术，那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在家我告诉你，一副邋遢样，一点女人样子都没有。哎，这身材还差，反正就是她乱七八糟毛病一大堆，那脾气尤其差，你千万别对她感兴趣啊。哎，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听你说了那么一大堆，你真的不太喜欢她？啊，那我就放心了。哎，向医生，你放心什么？哎，这有什么放心的？哎，打烊了。那我们换个别的地方。怎么是你啊？我以为你不记得我了呢。
好歹一块喝过酒、跳过舞，怎么可能忘了？想喝咖啡，改天再来吧，我不加班。不，我是来找你的。找我？你喜欢猫啊？喜欢猫，却没有大众为了提高自己品味的猫屎咖啡。你还是挺懂咖啡的呀。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猫屎咖啡？因为你们这儿有龟下呀。一般用龟下做主打的咖啡店是不屑于猫屎的，猫屎那也只不过是店家欺骗消费者的一种噱头。WBC 咖啡竞技比赛当中，一般也都是用龟下种的豆来打比赛的，用猫屎反而就有点 low 了。就是，对于那些不懂咖啡的人来说，喝猫屎咖啡还不如喝一杯速溶咖啡。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原来他们喝下去的就是商家的一种噱头。行家啊，兄弟！想不想多了解一点？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惊喜呢。好啊，来杯龟下。哎，我们要坚持不加班的原则，换个别的地儿。等5分钟。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还有什么技能啊？我有户外领队资格证，我还有品酒师证。哎，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随时找我探讨。你不是医生吗？你哪有时间考这些证啊？可能我就是把主业当成副业了。我之前去欧洲游学过1年，这些证呢都是那个时候考出来的。拿我哥的话来说，你就是典型的不靠谱、不务正业。啊！你还有那个户外领队证，那你真的带过队吗？你去过最危险的地方是哪？最危险的地方，一会儿再说吧。你朋友来了。最危险的地方，当然就是别有用心的男人的世界。你是谁啊？我和我朋友聊得好好的，你这样打扰很没有礼貌。小璇，外人面前给我点面子呀。我们聊得好好的，这里外人只有你一个吧？可以上，不介意的话，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好。
夏医生，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他，我不想和不认识的人一起喝酒。女生的话，应当尊重。小璇，你可知道你跟陌生人出来喝酒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管我这么多？我想和谁一起出来喝酒就和谁一起出来喝酒，请不要打扰我们。对不起，打扰了。来，夏医生，我是他哥的朋友，他就等于是我的妹妹，我会一直看着你。谁是你妹妹？谁是你妹妹啊？我哥是我哥，我是我。夏医生，我们不要理他。来，小璇。你怎么来了？路过，顺便上来看看。好，先坐会儿。舒大夫，你好。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你们很忙吧？怎么会？你是韦锦的女朋友，不算打扰。要说打扰，也是我打扰你跟韦锦约会了。都怪医院给我安排了公开课，我只好拉上韦锦一起，毕竟她跟我比较合拍。来，喝口水。等我一会儿啊。我觉得那个地方要改一下，就是这样。好。这不错。你看，这样就挺好，是吧？这个地方得删了。我才是正牌女友，我才是正牌女友。舒依然比你高，比你好看，比你有气质，尤其还和宁为锦专业对口，有共同话题，还能每天见面。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当然要做了，要更加的体贴和谅解，让他觉得你善解人意，让他觉得拥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是他的幸运，让他因为忙而对你内疚，恨不得一休息就马上飞扑到你身边去弥补你。宁为锦，我们有个师兄是乳腺科的博士，叫夏小阳，需不需要我联系一下他？好。对，如果能找到他的话，那就好办了。等于等。你竟然自己就先走了？那不走我能干嘛？他俩说的我根本都插不上话。那你也不能先走啊！你这不是给他们创造机会吗？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他们俩是谈正事儿。郑丁丁，你是真傻还是假傻？见到正儿八经的女朋友还不避嫌？再说了，什么事非得晚上去谈啊？你知不知道，现在就是你应该去宣誓主权的时候。我怎么宣誓主权啊？难道我还天天守着他绑着他呀？再说，他每天已经够忙够累了，我不能再让他为了感情的事操心了。你可真是最佳女朋友，我可告诉你，你对自己的松懈就是对敌人的纵容。舒依然现在肯定偷着乐呢。那我能怎么办啊？我是不让他救人，还是不让他做课题啊？你去刷存在感啊，去送温暖。总之，不能让宁为锦冷落了你。我之前跟陈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刷存在感，可有什么用啊？他心里要是没有你，你就天天站在他身边，他也看不到你。他要心里有你，他就算再忙，闲的时候也会想起你的。我是真的服了你了。哎，那穆一寻的事怎么办？就这么打算吃哑巴亏？不行，当然不能吃哑巴亏了。我要讨回公道。但是，我不能再给宁为锦添乱了。我不能做一个处处靠男友的小女人，而要做一个靠自己复仇的大女主。
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早上你来帮我。说好了靠自己呢。明天见。去。
喂，你好。你是谁？子欣呢？子欣已经睡了，我是她男朋友。哦，你就是陈寻吧？是。正好，你既然接了电话，我就好好跟你谈谈。你不会真打算把子欣拴在你身边当个助理吧？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来子欣的情感生活我不该多嘴，她为了你情愿牺牲自己的事业，那是她的选择。但她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艺人，我不想看她就这么浪费自己的才华。您有话就直说吧。之前她为了你已经推掉了一部戏的试戏，但我这边跟导演沟通了几次，导演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周天试戏，等她醒了，你替我转告她一下，让她不要辜负了我，也不要辜负她自己。哎，陈寻，你怎么出来了？我渴了，你在给谁打电话啊？没谁，打错了，你赶紧接着躺回去。你要喝水，我给你倒。怎么都没发出去啊？丁丁，对不起啊，昨晚实在太累了，给你回的消息没有发出去就睡着了。丁丁，对不起啊，昨晚实在太累了，给你回的消息没有发出去就睡着了。你知不知道我昨天等了你多久？没事儿，理解你，你也要多注意休息。知道了，想你。我也想你啊。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早起过了吗？这就是你，换做别人，谁也别想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是，知道你最够意思了。哎，咱们开始想办法吧。你能安安静静的让我喝完这杯咖啡先吗？时间不等人啊！我想拿回版权，打官司是不行的。时间久不说，我也没有有力的证据，好被动啊！你不是说他绝对不是第一次吗？那他之前肯定也坑过别人。我明白，但那也只是猜测，没证据啊。你不是之前很粉他吗？他所有的作品你都看过吗？差不多吧。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想起来，他之前的作品风格好像是有点飘忽啊。虽然创意很好，但是很像学生作品。不过创意嘛，有时候灵感枯竭又不得不交出作品的时候，水平不稳定很正常吧？那这里面可能有问题。我再把他作品找出来看看。哎，我刚刚看你玩那游戏，什么游戏啊？王者荣耀。什么段位啊？黄金啊。哦，那上面升段位可就难了。哎，早啊，高医生。哎，你也早啊。哎呦，昨晚不好意思，我本以为你们是朋友，没想到。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认识他的？前段时间他来医院找你，我就注意到他了。前几天在酒吧里还被小混混骚扰，我帮了个小忙。他被小混混骚扰？什么时候？就前几天吧。那天的造型挺特别的。哎，你今天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啊？穿的跟个 QQ 球似的，这都真的假的？看，高医生，这是小璇今天特意做的头发。哦，不是，光线太暗，刚刚没看清。哎，仔细一看，挺好看的，真挺好看。 哎，我刚刚看你玩那游戏，什么游戏啊？你怎么认识他的？什么段位啊？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认识他的？你
也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吧，总是不经意间可以相遇。缘分？你对他……哎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不行。为什么？我是他哥，我说不行就不行。不是，他亲哥我都见过，他都没有不同意，你又为什么呀？我不管。我告诉你，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是给我离他远点。那就由不得你了。你也喜欢他呀？我不喜欢。那你别拦着我呀。我就懒，我偏懒。我偏懒。叫板，公然跟我叫板，这是。宁为玄呀，宁为玄，傻丫头，你怎么就让他给盯上了呢？真不给我发信息了，不打算理我了。不行不行不行了，我瞎了。搞定。你搞定什么了？这是我在他的作品集里发现的风格明显不一样的作品，按照时间线捋出来的，可以看得出，尤其是最近2年，这种作品越来越多，可以断定他抄袭的应该不只是一个人。这么多？我也没有想到，之前带着粉丝滤镜，我还以为他是不稳定，可现在看来，这应该都是他的抄袭作品。难怪之前有圈内人怼他说什么他连学生作品都抄，可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穆一璇是大师，还不相信那个帖子，反而一起替穆一璇洗白。那个帖子还能找到吗？我觉得那个帖子的作者一定是个关键人物。我找找啊。会诊的情况不太乐观，说到底还是因为缺乏临床的实验数据。这个问题还真让人头疼。一定有数据，只不过现在相关的病例太少了。咱们可以深挖一些国外的病例。看你太累了，只是帮你按摩一下。啊，不用了，我去透透气。喂，哥们儿，你帮我查个人，他叫穆一寻，对，最好能扒出他在出道之前，在那个什么国际漫画奖上，是不是真的获过奖？那个奖在日本，咱们国内这边信息很少。不是小孩子了，出去跟朋友喝喝酒，我干嘛要管？他们哪算朋友？他就是对小袁图谋不轨呢！这个向医生我见过，不像是坏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俩一个单位的，我最了解。他最擅长的就是花言巧语，你看把我们医院的小护士哄得5迷3道。我怎么听到了点嫉妒的味道？我嫉妒了吗？我嫉妒了吗？开玩笑，我能嫉妒他？我就是担心小璇。如果这个向医生真的能够让小璇迅速的从失恋的状态中走出来，那何尝不是件好事啊？是，但是你不能让小璇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吧？
就这个向前，八面玲珑的老男人最容易混淆小女生的判断。我倒是好奇，你是以什么立场说这些话的？是因为嫉妒向医生啊，还是担心小学啊？我好歹也算他哥吧，我就是担心他。我相信小璇的判断力，他可能为爱而执迷，但绝对不会放纵。既然他和向医生能够聊得来，那倒不如借这个机会，放下对你的执念。我希望你也能放下。